Wangao nongin daki odalan patsono asasi mantente。私の名前は日本時代花井洋蔵花井洋蔵と申します。中华民国是习惯中嘛，叫原住民的叫白浪，白浪原住民的名字。我是一旦，是我的名。这个名字呢是继承我的母亲的爸爸的名字，中文是说是外祖父嘛啊。那巴瓦瓦隆是我出生的家，所以我身份证上面是一旦巴瓦瓦隆，来自南台湾的屏东县三地门乡大社部落。我们称这个大社部落的传统名字叫达瓦兰。我叫做德德丹。那德德丹这个意思呢，它是指祖灵的居所，就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圣物这样。那我是巴瓦瓦隆的小孩，也是算是比较晚辈的，也是在做创作跟文化方面的事情。Ano semua mak sepatutnya mereka bubu, macam orang sama-sama saya lepas warung. Aisyah lepas warung sama mama kata Pairang ya, bukan si Pairang kata bubu。白朗应该是更早以前哈，更早以前因为是对峙的年代嘛，就是出草的年代。所以可能河谷那边的一群人是讲闽南语的，然后河谷这边的原住民是讲这个原住民话的，然后原住民这边呢听到那边的人在讲黑的是拍郎，原住民这边呢回部落以后呢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一群人就称呼他们说那些在讲拍郎的那一群人，所以就是排湾族这边称这个平地这边的所谓闽南就叫拍朗。我们巴瓦瓦隆家族在部落里面自古都是一群手艺比较擅长弄手做东西的人，这样子。对，所以在部落里面通常都扮演着，如果用汉人的角度去看，可以说是艺匠或者是工匠这样。对，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通常就是祖父啊，或者爸爸，或者是妈妈、阿姨等等的，就是从小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经里面，他们就常常做一些手做的东西，就是很多工艺啊，或者是艺术等等的。对，所以自然而然小孩子也都会就是耳濡目染的跟他们学嘛。对，然后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脉络，说我们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很擅长手艺这件事情。它是会一直延续，是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殖民然后断了这个家庭学校。我所谓的家庭学校就是一个传承的这个脉络，从我的高祖父到我曾祖父到我祖父到父亲这边，他们的手艺他们的这个旋律是被维系的然后他们的所谓力学美感还有线条的形塑是有传承到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儿子。那我也相信已经是传承到他们的孙子。就家族的这个脉络，他们的就是这个承系的这个是没有因为这个大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而断了。这个就是我们持续在努力的这个部分可是他们一直是存续着。可能是曾祖父或祖父留给我父亲的这些手艺跟旋律然后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也经历了国民政府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教育系统，他也学会了用传统的排湾族的笛音来吹奏国歌，可是原来的旋律他并没有把它断续他原来的手艺也没有因为这个大的社会的所谓这个那个中国山水画影响了他的排湾族的美感那这个美感也传续到他的儿子，也延伸到他的孙子。所以如果在家族的这个艺匠世家的这个脉络底下
没有因为这个大社会的冲击影响或现代化的冲击影响而断，这个是这个家族还蛮清晰维系到现在的。这个空白期，阿公他们其实比较是属于被动的那一方，因为他们老人家的观念在古代说是比较是属于顺应这个世界潮流，对，这是排湾族的比较我们的民族性啦，对，比较会去适应这样。那这个空白期被填补回来，大部分都是叔叔爸爸那一辈在努力争取来的，包含到现在也还在努力争取这很多东西这样。对，那也因为有这些人的努力，所以也才造就我们这些后辈比较有相对他们来说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对，如果前阵子结婚嘛，那以往的结婚在古代传统习俗里面，在部落里面是几乎是真的一整个月，整个部落都在每天都在跳舞，就是那个结婚的会场通常是一个广场啦，那中间就会有一团火，然后周围都一直有人在吃喝喝啊，然后中间一定有人在跳舞，或多或少，然后从早跳到晚都会有。对，那个舞圈是不会断的，就是一整个月这样。对，那当然你在现代社会，你怎么可能让人家请假请一个月就来部落跳舞而已？对啊，所以现在演变成现在它变成有一些比较快速的形式啊，就比如说就是当天就是下午跳个一场，然后跳2个小时，晚上也跳2个3个小时。对老人家来讲，家族是相对比较可以说比较慢、比较稳固、比较保守的一个力量。但是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他必须是很快速的去应对各种的变化，不管是危机或者是一些世界的事情，这样，那我们家族速度要很快。在部落从小在部落长大的年轻人，他对于文化的一种韧性会比较可以掌握得住，对，是比较可以知道说要透过生活去磨练自己，透过生活去让文化继续走下去。这样，我比较属于算温和派嘛，我的创作就是比较讲快乐的那个部分的。对，讲最多这件事情的是我父亲，对，他最多他的作品就几乎是在控诉这整个社会对原住民的不公不义这样子。对，那我自己的话比较是在于如何让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精神去变成是大家的共有的东西的普世价值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这样子说。对，活化就是运动。这种东西真的是要很多人一起去推动，你没有办法出现一个什么指标性的英雄人物带领大家做什么，找回文化什么等等这种运动。这个其实是要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我们善用资讯，善用3C，善用科技这样子的年轻人，真的更要有这种使命感，说要大家共同去做这件事情。那也许每个人的方向都不太一样，甚至有些是有一点冲突的。可是总要做，你不做的话，这个湖水它就是一片平静啊，没有任何的波澜啊。所以变成是我们要出一点力，他要出一点力，然后有人要出一点力，让这个湖水就可以溅起很多的水花这样子。
其实刚才有稍微听到说那个分享，就他在他们这个年代，大概就是一个归顺的年代嘛，因为也清楚知道自己的枪支不如那个大炮的那个年代所以就变成我们必须就是这个就是跟从顺从或者是学习那是父亲他们这个年代。不过到60年代以后，前后很多的现代设施都进入到部落了嘛。像我的部落，1971年开始有了电，那有了电气设备以后，相对的有很多的现代的东西都跟着进来，电器、电视、冰箱、摩托车，在那个我父亲他们这个年代是非常欢迎这种东西，因为新的产物。然后可以取代很多的便利性，或者是取代很多的那个什么刺激所以就非常非常欢迎。可是，在欢迎的当下，我们并没有警觉到，我们好像慢慢的在失去什么东西。比方我们的建筑，在60年代以后，一直到80年代，就很快速的很多石板屋就是被汰换成铁皮屋换成这个水泥砖头就觉得那个原来的石板屋的这个千年文明好像也不值得留着，现代东西好像比较新潮就是这样的氛围底下，就很快速的这些都改变，包括我们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语言等等那其实我讲的这个过程，其实全世界的原住民的情境几乎也都是这样，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冲击之下，就是这样的这个氛围所以就很快速的到90年代的时候，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股原住民的社会运动的一个氛围，就是我们必须要说出我们想说的话比方我们的这个姓氏的问题我们的原来的名字不是3个字的汉字所结构起来的，而是我们世世代代本来就有我们原本自己的名或者是命名的方式比方我们的土地的问题本来原来是这个土地的所有人原地主，可是这个殖民的政府来了以后，就变成我们是借这个土地的人所以但是我说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多我们这一代的人因为这样的氛围，然后这样的所谓这个新的知识被挖掘被酝酿成生命经验的一部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反抗的这个动力那有的走社会运动街头运动，那有的做这个文化工作就是复振的这个工作，那有的做教育的工作等等等等。但在这样的氛围底下，我刚好就是这个背景这个年代是一个抗争复振的年代那就再来就是进入到下面这个年代的时候，当然问题还在，可能那些问题都还没有被解决，可是可能也在寻找另外一种这个新式年代的一种那个叫做什么生活方式吧生活方式那生活的方式可能更多元化更科技化然后更稳健化，就是寻找另外一种稳健，那个稳健是自我认同背后的另外一种呈现。似乎在他们的身上也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面向，是在寻找他的父亲那一代的东西他的父亲那一代的东西其实就是殖民前的一种完全的自我的本位那在他们的身上似乎也在寻找那个东西转换到此时的空气的氛围。
may pinakazuan na tulo na babulungan, tulo na matelalak, tulo na te sanga-sanga ta kinunda-kunda na nga, tingaliam ta kamdang mo na mua。他说，我当然呢，我会希望我的所有的生命经验，你们都可以学习就是承接因为我的生命经验也源自于我的长辈们那所谓的生命经验可能包括了他的所有语言还有这个部落文化或部落旋律等等希望你们都可以承接学习可是这样的这个愿望可能也不会完全达到他自己的愿望，因为你们自己也有下一代的这个生活方式可能有他自己的生活兴趣其他的学习所以如果要这个承接所有的生命经验，其实就他的观看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差异或不同点呢，主要是因为你们呢，就是讲我们这个晚辈们都很顺从的这个听从或学习你们学了很多我们的手艺也学了我们这个制作这些还有吹奏这些笛子的这些知识，这是我所这个欣慰的시초야나 박아전我感到欣慰的，而且也是我喜欢的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艺是被传承下来的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血脉我们有一个血脉它直译我们在讲家母我们有那个血我们有那个血，所以那个所谓的传承系统是在那个里面被传递下来，所以拉到家庭之间或长辈晚辈之间的那个冲突性我个人是会诠释说我们是在一个包容多元接纳的一个氛围里面在相互互动。你怎么看？对，说的没有错啦，也是从小我们这种家庭氛围会比较相对和谐一点，对，也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方式，我也是有经历过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对。但是从另外一个点去看的话，就是我们的族群是很重视辈分这种东西，就是长幼有序，或者是你是来自于辈分比较大的家族或者是家庭等等，你辈分比我大的话，我就要先听命于你。但是当然不是说完全的臣服啦，对，所以潜移默化之间，像我们这种受过一点传统教育的人，在家族里面就会比较重视这个东西，然后可能长辈说话或者是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比较不会去主动要出头的，除非他们叫我们出头，对，所以会有这个道理在，然后就会变成说，有些就是我自己观察了，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子跟长辈们的相处，有些遇到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让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对，那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将来他们没有力气做他们擅长的事，再换我们去接手去做他们的事，对，所以它会变成是这种方式再去避开冲突，对，当然也会有冲突，也会甚至会有争吵等等的，对，可是到最后的解决方法大概都会类似这样，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子是这样子去选择的。